嗨，这是一期北京的3天4夜旅行攻略。嗨，刚到北京，放下了行李就来到了潘家园逛夜市。你们看到我这个架势就知道了，北京真的好冷啊！潘家园是全国最大的旧货市场，在这里主要有珠宝玉画、文房四宝、古籍字画及生活用品等等。最近又获分穷鬼天堂的称号，买东西的时候记得和老板还价哦。潘家园一般是晚上6点半关门，只有周3和周5的晚上会有夜市，会经营到晚上11点。我刚好赶上。现在是晚上7点，温度是零下-1度，夜市里面还是灯火通明的。整个场地有48500平方米，感觉摆满了摊子。可爱哟！这里面真的巨大，但实在是太冷了，买几个手串就准备撤了。挑了5个手串，冻得不行了，准备撤。因为这天晚上是一个人，本着消费降级的原则，我来到了夜市周围泡汤的地方过夜，给自己泡了个热乎乎的澡，找了个小房间，拿上各种水果畅吃。没想到的是，因为去得太晚，静音休息区的位子竟然都已经满了，其他地方多多少少都有点吵。这儿休息打发时间很好，但是过夜还是不推荐了。第2天先找朋友集合，寄存行李。还珠格格，给您请安。看到了满屋子的格格、皇后、贵妃和公主，然后去天坛，走了一条步步高升的游玩路线。你好啊！嗨，今天来北京天坛走一条可以步步高升的游览路线。这条路线从西门进，东门出，也是还原了古代皇帝的祭祀路线。Let's go！古代的时候，皇帝从紫禁城进入天坛，走的也是北京真的好冷啊！现在是0度，南方小土豆第一次见到这个阵仗。我现在把自己包成了个粽子，好冷。在去双环万寿亭的路上，我发现这些树都好有特点哦。天坛的面积其实是故宫的4倍，但是它蛮多都是树木和绿化，很多树都已经秃了。那今天就抓主要景点来介绍一下。在这个季节能够依然保持茂盛的，应该也就只有松树了吧。这就是双环万寿亭啦。我现在就坐在双环万寿亭里面的椅子上。这个亭是当年乾隆为了庆祝甄嬛50大寿的时候为其修建的，但是因为天坛里的双环万寿亭是从其他地方迁址过来的，所以乾隆从来没有在天坛游览过双环万寿亭。你们好晒我！嗨，我是 Daisy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
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。感觉天坛里面，它每个景点之间都隔了好久，每次都要走好久好久的路。刚刚那边有一个小姐姐在喂鸟，我就过去问她这个是什么鸟，她说她猜应该是喜鹊。如果有观众了解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答案。黄琼屿这里天蓝色的顶和瓦都好好看啊！即使是那么冷的天气，来天坛的人还是好多啊。嗨，来到黄琼屿啦！这里的黄对应至高无上，琼对应天，宇对应宇宙和房屋，是古时候用来供奉皇天上帝牌位的地方。在黄琼屿旁边这一圈圆形的墙壁就是回音壁。为了测试回音的效果，刚刚还有不少人客在这边喊。来试试看。啊！你好啊！我感觉确实回音效果非常一般了。它这边的这个回音其实是通过光滑的墙壁来产生这个回音的，但是令人失望的是，现在看到这个墙面上还有很多刻着的字，凹凸不平，怎么可能会有回音？唉，我觉得这种风吹雨打产生的痕迹都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人为的刻字真的是无法理解。而且刻来刻去都是刻这种到此一游，好令人失望啊！这一整面圆形的墙都是回音壁，无奈怎么喊我都听不到回声。黄琼屿的隔壁就是圆丘坛。到圆丘坛啦！据说圆丘坛和9这个数字特别有缘，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是走台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0阶台面都采用9和9的倍数，以应9重天。它中间的砖块是9个，在外面的话就是18个，然后依次往外递增，最外面的话就是81个砖块。圆丘坛这边是以前每年冬天皇上要来祭天的地方。这里有一根高30米的杆子，是在1993年的时候复建的，这个就是望灯杆。祭祀开始的时候，杆子上会挂起由5根粗壮的蜡烛组成的照灯，主要是用于圆丘坛的照明。照灯的点亮与熄灭，也就是祭祀的开始与结束。圆丘坛的中心有一块天心石，现在看到的这块是假的，真的被保护在这块石头的正下方。我在网上有听到一个说法是，千万不要站在这个石头这边许愿，但是现场有很多人都在踩这块石头。给你们看一下排队的人。从这边，然后一直排队。
哦天哪，这边还在排队，然后现在是排到这边了，我的妈！其实我看到有2种截然不同的做法。网上有导游劝告是说千万不要踩在天心石上，但是现场呢，我看到有好多人排队在踩天心石，而且甚至还有专门组织排队秩序的人。那对于这种建议千万不要去做，以及有人在做的事情，我还是不去了吧。而且排队的人真的好多啊！走，去下一站。因为现在是中午了嘛，感觉温度稍微有点上来了。尽管我觉得我已经穿得非常的保暖了，我上面是穿了羽绒外套，下面穿了羽绒裤，但我感觉还是很冷。我要赶紧跑到太阳底下去。来划出本期视频的重点啦！现在来到了丹碧桥，从现在这个地方通过丹碧桥往祈年殿走，每一步都是上升的，这也就寓意着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每一步都会步步高升。丹碧桥上面有3条路，分别是神路、玉路和王路。中间的神路呢，在古代的时候是给天上的神仙走的，这边的王路是给皇帝走的，皇上随行的大臣们都只能走这一条，也就是王路。那我们今天就走这条玉路吧。一路向北，来到了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天坛公园的头牌祈年殿。以前是用来祭祀天地用的，后来将天地分开祭祀，祭天用圆丘坛，祭地用地坛公园的方泽坛。祈年殿在1989年的时候，因为遇到了雷劈而被大火烧毁，用了6年的时间重新修复完成之后，又经历了很多次修修补补，最终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这里是明清皇帝向天神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，感觉皇家建筑一般都用黄瓦，比如说在故宫里面我们看到的建筑的顶都是黄色的，但是祈年殿的顶是蓝色的。敬天礼神，蓝色的顶象征蓝天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订阅吧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祈年殿里面的柱子也很有讲究，其中4根金色的柱子代表4季，中间的12根代表12个月，外层的12根代表古时候的12个时辰。因为进不去，所以我拍不全。我给自己上了全部装备。来展示下祈年殿游览和拍照的人。3、2、1。另外提醒一下，北京天坛在周5、周6以及节假日的晚上都会亮灯哦。传说中有道士建议皇上在这边放7块石头以正风水，于是就有了7星石。但是如果你仔细数过的话，会发现这边实际上一共有8块石头。那关于这8块石头的由来，其实有很多种说法。其中一个说法是说，当时满族进入中原以后，乾隆皇帝为了表明满族也是华夏民族的一部分，诏令在东北方向增设一块小石头，寓意华夏一家，江山一统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古人在观察天象的时候，发现北斗七星旁边还有一颗比较暗的星星，于是就在这7星石旁边增添了一块石头。那在古时候，皇上在祭祀完之后会重新折回西门，返回紫禁城。那像我们的话，参观完一圈之后，如果是冬天，肯定是又冷又累。
那就直接从东门回去吧，拜拜。下午来到了北京景山公园，这里有被世界遗产名录承认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文化遗产项目——北京中轴线。它在2024年的7月申遗成功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很早就在电视里见过这条中轴线了。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，空中放烟花，形成了29个烟花脚印，夸夸夸夸地走了7.8公里。那条就是当时的中轴线了。嗨，今天来到了全北京最超值的景点，在这里可以俯瞰故宫全景，也可以360度俯瞰北京。这里是北京唯一一块没有石头组成的山，也是震惊世界的北京中轴线的中心——北京景山公园。这里是故宫。以这条线为中心，两边的建筑是左右对称的。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人民大会堂、天安门广场、国家大剧院、10里长街送总理的长安街、最高的建筑中国尊、中信大厦，边上就是被北京人戏称为大裤衩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国贸大厦。因为拍摄的人实在是太多，而且我的拍摄设备受限，没法一一还原建筑细节。刚刚看的是南中轴线，接下来要去看的是北中轴线。寿皇殿后面高高的建筑物就是鼓楼啦，鼓楼的后面就是钟楼，是元明清3代的报时中心。晨钟暮鼓，以前的老百姓就是用它们来计时的。看到这儿，北京的中轴线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新时代的中轴线还在往北继续延长。它在两侧修筑了鸟巢和水立方，最后结束在仰山。景山与仰山南北呼应，形成了景仰，始终保持着对称与和谐。晚上和朋友们在南门涮肉的北京总店吃上了热气腾腾的火锅，幸好朋友提前5个小时去店里取号，之后就一起打车回民宿啦。接下来的一天，活力满满的冲环球，神神秘秘玩到多多的项目。嗨，今天是一期北京环球的不排队攻略，或者说是少排队攻略。不排队的关键是早到，我们是上午8点半到环球门口排队的。开门之后，拿出800米冲刺的骑士，赶紧往哈利波特竞技之旅这里跑。嗨，我们是8点半到这边的，努力。嗨，不要的。接下来跟着人流快走就行，运气很好的根本不用排队。但即便是不用排队，我感觉我们从项目入口到真正开始玩，也走了有近半个小时。北京的冬天还是很冷，大棚上面还装了热烘烘的取暖设备。闺蜜租的这个头套超级保暖，救了我们一命。室内还原了不少电影场景。嗨，乌鸦仔，你真棒！谢谢你啊，它是有声音的。好的，不用谢，我们是最棒的 team。耶，这还有个麻瓜。冲！走走走。
得益于同行的妹子特别靠谱，所以哈利波特这个项目我们没排队。但是我感觉北京这个环球的哈利波特是不是和大阪的不太一样？来这里是要存包才能够进去玩的，但是我记得我之前去大阪玩的时候是不需要存包的，而且整场玩下来，我们觉得哈利波特至少北京这一个还是有点吓人的，就全程几次我们3个人都是闭的眼。踢米熊，就是这个靠谱的人带着我们没有排队就进了哈利波特。乌鸦仔，结束了哈利波特之后，又马不停蹄地冲向侏罗纪世界大冒险。在这里，我们排队了20分钟不到。侏罗纪世界比较火的应该有2个项目，一个是飞跃侏罗纪，一个是侏罗纪冒险。因为我们3人当中有2个胆小鬼，所以选择了后者。在这里温馨提示，如果是心理承受能力低的人，和我们一样玩侏罗纪冒险，也千万不要坐第一排，因为有些场景我们3一致认为是有点出其不意的吓人的。路上多。怎么办？我个弱鸡，我连玩侏罗纪都觉得有点害怕。完了完了！成功打卡2项，冲冲冲！而且没怎么排队哦。对哦 ，so lucky。没想到变形金刚这里还能看到蒙牛的硬广。闺蜜的对象特别喜欢这个项目。我们刚刚玩完了变形金刚，它那边是需要戴3D 眼镜的，不让拍照。我们刚好是坐在第一排，就不得不说它这个项目是真的做得特别好。我印象很深的是，它其中有一个场景是火喷出来，我们第一排是能感到热气喷到脸上的，但是其中有几幕还是有点害怕，于是我就闭上了眼睛。结束了变形金刚的争夺战之后，正好去看12点那场的不可驯服。我们拿到了乌鸦仔的不可驯服，期待期待！推荐2层第一排的观看视角。整个表演的话，我觉得一般，但这一幕还是很令人震惊的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订阅吧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就是前面这个戴着兔米熊头套的女人，她周全地安排了整个环球的行程，包括连我们的衣服、头套也都是她事先找人租好的。太靠谱了！路过威震天的时候，刚好听到他在问小朋友寒假作业，我没来得及录，这怼人技术也是没水了。打着午饭点，又赶紧去玩功夫熊猫的神龙大侠之旅，整个场景都是满满的中国风，很精美。依旧是丝滑进入，没有排队。亲身体验，这是个胆小鬼友好型项目。因为下午找了约拍，所以午饭比较随便，就近吃了沙爹鸡串和饼，还挺一般的。早知道就选择猪肋排了。中途配上了花车巡演。
是这次拍照的契机，才发现了被我忽略的圣诞角落和拍照机位。现在开始拍照环节。没有想到可以拍得如此开心。开始。OK， 你不要退。很难得这段经历可以以照片的形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。嗨，我是 Dais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，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，谢谢。拍照结束已经快4、5点了，赶紧去冲小黄人闹翻天。黄人排队20分钟。我现在已经把小黄人的项目玩完啦，因为在游玩之前被告知说这个项目不能拍摄，所以我就没有录视频。但是整个玩下来之后，我感觉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个项目。首先是它的视觉上没有让我觉得那么吓人，之前不管是变形金刚也好，哈利波特也好，在视觉上我觉得还是有点可怕或者是吓人的吧。但是小黄人这个在视觉上的话，就都是一些可可爱爱的小黄人，就一点都不吓人，只是在体感上可能会感受到晕眩或者是说一点震动，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个人还蛮吃这一套，而且这个项目我们刚刚过去的话，排队也只排了20多分钟，就感觉排队过程也不是很长，推荐给你们。在等灯光秀开始之前，玩累了的我们又去打卡了个项目。我们看的是6点左右的那场灯光秀，一场大概是5、6分钟。晚上好，我是霍格沃兹的分院帽。你们在想什么？我都知道。你脑子里想什么我最清楚，所以把我带上，你该到哪儿就很清楚。你也许属于格拉芬多，那里的巫师们都充满了勇气。你也许属于和奇帕奇，那里的巫师们耐心又诚恳。如果你头脑精明，或许会进智慧的拉文克劳，你也许会进斯莱特里。那些狡猾阴险之人为达目的将不择手段。快带上我吧，我会告诉你应该被分到哪一所学院。
什么我最清楚，所以妈妈带上，该到哪儿就很清楚。夜晚的环球是另一番景象。之前听朋友说，旺季排队很厉害，而且存在插队情形。但我感觉我们一天排队的时间没有超过2个小时，玩了7个项目，已经超级满意了。早起没有叠被子，请忽略凌乱的床。嗨，记录一下第一次住青旅的经历。我住的是1人的单间，如果是没有窗户的话是99块钱，如果是有窗户的话，这一个是110块钱左右。我看了一下周边的酒店，一般性最起码一间是要400多块钱，因为我们的位置比较好，是在北京的市区，离地铁站很近。这边它只有一个房间是独立属于自己的，卫生间、淋浴间都是大家一起 share 的公共区域，包括你要喝水也是要去公共区域那边自己灌热水喝，包括洗手也是，就这一点可能不太方便。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嘛，来住青旅就都还蛮自觉的，不管是晚上还是白天几乎都没有什么声音。昨天晚上我也睡得特别好，很香，这次青旅的体验还是很愉快的。这个青旅是在一个胡同里面，虽然说进来找不是很方便，包括打车的话，你可能要走几步路，走到旁边的马路上面去打。但是它的楼下都是各种各样的早餐店、水果店，就充满烟火气息。今天早上我在旁边买了一个鸡蛋灌饼，我忘记拍照了，它里面加了榨菜。因为我早上不是很有胃口，但是今天早上吃到这个鸡蛋灌饼真的是完全惊艳到我了。这也是青旅的一个好处，就很有烟火气息，你能够体验到最 local 的一些吃的也好，包括是生活方面的各种特色，包括这边澡堂不是因为要公用嘛，我可能有点介意，又觉得很烦，索性打车我去了周边的一个标准的北京澡堂子，也是洗浴中心，它那边就可以洗头洗澡，单纯洗澡的话是39块一次。我觉得就算是去澡堂子加上住青旅，包括来回的交通费全部算进，都比自己住酒店可能要便宜1/2到2/3的价格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，而且我觉得还挺安全。这就是这个青旅的位置，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民用的胡同旁边，你需要从这边往下走，再往里面才是他们的前台，你可以办理入住，再去1楼、2楼、3楼。但它一点问题就是它没有电梯，都是楼梯，所以可能需要自己把箱子给提进去。今天早上因为我出门晚了，现在已经过了退房时间，前台的小姐姐给了我一个临时的密码，她只能用1次，所以录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要出去要退房啦。办完退房准备出去玩啦，今天中午准备去吃一下北京的烤肉，因为它胡同这边出来就是大街，打车还挺方便的，可能也就100-200米的距离吧，就还蛮近的。今天主打一个悠闲的 City Walk， 这是老北京的质子烤肉，点了份烤牛肉和酸菜羊肉，服务员很贴心的帮忙烤。下午准备来南锣鼓巷和北锣鼓巷逛逛。
北京路上感觉最不缺的就是穿着古装的美丽小姐姐了。一直很喜欢北京的红墙，觉得很有老北京的感觉。Hello， 刚刚去了南锣鼓巷，我觉得那个地方的商业气息实在是有点重，就没法感觉到老北京那种很 local 的生活气息。又来到了北锣鼓巷逛了一下，就是老北京的胡同，人不是很多，就走了一圈，感觉也还行吧，就没有我期待的那么惊艳。接下来要去鼓楼看一下。在景山公园看起来很小的鼓楼，终于1比1的出现在了眼前。这个拍照机位推荐给你们。Hello， 来什刹海这边看日落啦，但是我感觉现在到的有点早，日落还没有开始。不过现在这个场景看过去，什刹海也还是很美的。虽然说我在北京整个行程都很冷，但是到了更冷的时候，刹海这边的水面是会结冰的，到时候会开放冰场，就还蛮有意思的。但是现在我看湖面上的水它没有结冰，而且今天跟之前比起来还是蛮暖和的。一直想来北京的大兴机场打卡，这次行程终于如愿啦！大兴机场的最全过夜攻略从机场快线开始。北京本地司机都说大兴机场实际上是位于河北廊坊，但当我搜公共交通导航的时候，却诧异地发现机场专线从起点到终点竟然只需要19分钟。原来这是融合了高铁和地铁技术的市域地形车。上来之后，我感觉有点像香港的机场快线和内地的高铁，还是蛮舒适宽敞的。单程票价是35元，但如果买了大兴机场机票的话，可以去航空公司的 APP 看看有没有优惠。我是从东航的 APP 买的机票，单程票是28元。到大兴机场啦！首先，机场内选择过夜的第一个地方是24小时营业的餐饮店，可以注意一下，这些餐饮店是需要过安检以后才能够进入的，还是说在过安检之前就可以进入的？我看到网友有推荐一个是叫做老舍茶馆的店，它是24小时营业的，只要交费就可以在里面休息。它里面还有长椅，就是你可以躺在上面。但是它的问题是，这家店是位于安检区域以外，在这边过夜的话，之后还要再安检进入机场，我觉得会有一点不方便。因为我明天的飞机比较早，是7、8点的，所以我准备先去过安检，再进去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过夜。我已经过完安检啦。刚刚安检出来之后，我看到一张夜间服务信息图，上面写了在这个机场所有可以过夜的地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直接拖到这个视频的最后来看一下信息。我准备按照这个信息图来找一下，在这个机场是有哪些地方可以过夜的。Let's go！这里就是在大兴机场 A11区，我发现这种沙发躺椅其实也是能够过夜休息的。如果早点来，可以占据这个有利地位。我对面的这个位置以及我这个位置的隔壁都是已经有人占用，他们是要在这里过夜的。我感觉这个沙发很软在这边躺着过夜应该还蛮舒服的。
包括 A11的这个位置，我觉得也是能够过夜的。刚刚问了一下打扫的阿姨，确认了一下 A11的休息区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地方。这个就是网上备受好评的美珍香的芝士肉干吐司。我刚路过这家店，没忍住进来先点了一下这个试试看。吐司的表面烤得焦脆，里面的芝士在拉丝，肉干的量很足。晚饭原来是要吃1人食火锅的，而且网友说美珍香的量不大，是2片吐司，但是我吃完之后觉得火锅吃不下了。A105区域的这一排按摩椅，我感觉也很适合过夜，而且现在都没有人。我也不确定这个区域没有人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发现，还是说在这里使用这个按摩椅是需要付费的。但是我在这边躺了大概有3-4分钟吧，没有工作人员来要求我付费使用这个按摩椅，就这样子躺着，我觉得也还行，挺舒服的。这是 B36登机口旁边的一块休闲区，就是观景区。这里的椅子也是可以过夜的。我感觉跟其他地方比起来，这里会更加安静一些。但是这个椅子我会稍微硬一点，就不像那种沙发椅或者按摩椅一样是软的。16都是 B36观景区的椅子，也是可以用来过夜的。在 B36附近，我还看到了这个睡眠舱，看看是怎么样的。这个睡眠舱你是需要在这里扫码开启付费才能睡觉的，也是要333块钱一个晚上，游戏半个小时的话是35块钱。这个地方它虽然安静，毕竟也是在登机口附近，所以我感觉就算在这个睡眠舱里面，也是有可能会被登机口播报的登机信息吵到的，然后也要300多块钱，有点贵，我感觉。我从网上搬了些睡眠舱里的照片，这里都是 B36登机口附近休息的人，我感觉人还是蛮多的。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和转发哦，谢谢。这是 C55登机口附近的过夜区。这里竟然还有一个静音办公舱，真的是打工牛马的天堂了。去感受一下，我现在在静音办公舱里面，
我都感觉我能听到自己的回音，隔音效果真的好好，飞机场的声音是一点都听不到的。这边只有一张桌子，没有椅子，还有这些充电的插头以及开关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下，这是我在精英办公舱外面说话的声音，现在这个是我在精英办公舱里面说话的声音。我感觉它因为隔音效果很好，声音确实是不太一样的，在里面能明显感觉到会稍微有一点点闷，没有外面的空气好。感觉相对于户外来说，大兴机场已经很热了，我就穿成这个样子，把外套脱了，在大兴机场里面走着拍摄，我感觉我都快要出汗了。在这个精英办公室里面，我觉得比大兴机场里面还要热，就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闷闷的。这边是有开关来控制针和通风的，但是我刚刚试了一下，更加这个通风已经是开着的了，但还是会有一点闷。这一片区域，这一整排桌子也都是打工人的工位，你可以在这边办公，包括充电啊、用电脑啊都可以。这一片休息区是 C40登机口附近的休息区，这边都是被称为观景区，我怀疑观的就是这个植物的景。同样的，观景区这边都有插头可以充电，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了。包括在观景休息区的后背也有这些植物，它这边写着请勿触摸，所以我怀疑这些植物有可能是真的耶。观景休息区周围很近的地方就有冷水和热水。我而言，我觉得大兴机场最直观的不同，其中有一点就是地铁一出来就是机场了。不像我之前去浦东机场或者是别的机场，你出了地铁之后，你可能还要步行一段距离之后才能进这个机场。但是大兴机场它这边是机场快线，你一出站就是指导你如何去值机或者是直接过安检，就很快，中间没有一段需要再走的路程，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。另外一个的话，针对国内航班，如果你是第二天的飞机，大兴机场它这边还有一个过夜服务，你可以前一晚来到机场过完安检，你也可以去机场里面的这种计时休息室去休息，第二天一早你一起来就可以直接到登机口去登机，就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人性化。也就是因为它大兴机场有这个服务，所以我才敢选明天早上7、8点的飞机回上海。现在是晚上9点多了，整个机场灯火通明，机场里面有很多人，外面的车子，包括工作人员也都还在忙碌。我刚才还看到其中有一个过夜区，甚至有人打了地铺，就直接自己带了装备过来，装备非常的齐全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，就确保肯定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睡觉。如果自己带了装备的话，就不用担心休息区如果人满了怎么办，肯定可以自己丰衣足食，有一个地方让自己过夜，也很不错啊。刚刚我在安检的时候看到他在墙上贴了一张纸，说如果您离登机时间还差10分钟，还是还差15分钟吧，请您联系我们。那我想说，如果你在登机前15分钟或者10分钟到大兴机场，是不是也可以走专门的紧急通道快速登机啊？我觉得这也为一些拖延患者带来了一些便利吧。希望你们永远都用不到，但是如果你们以后真的碰到了特殊情况，可以考虑一下，问问看工作人员有没有紧急通道可以让你快速的登机。小孩子们应该会很喜欢这种推车吧。等飞机的时候还可以在这里唱 K。
这是在第63登机口的休息区。这是在第110到第115登机口附近的按摩椅休息区。我的过夜选择：如气计时休息区。它这里有单人舱、双人舱、双人休闲舱和观影休息室。我选的是单人舱，费用是1个晚上213元。每个房间都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休息舱。如果休息舱的窗户没有关上，而且里面的灯没有开的话，说明这个房间还没有人入住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，就请点赞订阅吧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，谢谢。这里的窗户和帘子是可以拉下来的。成功入住。原来叫外卖点一杯饮料，结果现在已经10点多，人家下班啦，不干啦。我还是多喝点水吧。这里是公共卫生间，还挺干净的，还提供一次性的洗漱用品，沐浴露、洗发水、牙刷、牙膏和梳子都有。淋浴间设置的也不错，这里是洗澡的地方。关上门的隔间是用来放衣物的。在最外面还有一道门，一共有6个淋浴室。我使用的时候没有碰上需要排队的情况，还挺空的。而且我用的那个淋浴室，我感觉之前没人用过，或者说是已经有人用过，但都打扫干净了，体验感不错。这里竟然还有化妆、美容的地方。大兴机场，不愧是你。早上登机的时候，发现在第61登机口附近也有一片可以休息的区域。Hello， 因为今天早上醒得比较早，所以没有化妆，还请大家多担待。早餐的话，我原来想吃这边一家叫做杨洋中国饭的烧麦，网友评价都说很好吃，但是我发现我从休息处退房的时候已经6点40多了，我的飞机起飞时间是在7点25，我的登机口离卖烧麦的那家早餐店有点距离，所以就放弃掉了。在我这边附近有一家庆丰包子铺，但是它得4个起卖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包子有多大，我担心吃不完也没买，最后选择去星巴克买了一块蛋糕吃。今天早上想吃的早饭烧麦没吃上，昨天晚上想吃的晚饭1人份的小火锅也没吃上，因为昨晚吃完那个吐司实在是太顶饱了。昨天晚上原来想点那个果汁，但是因为过了时间就没点上，还是有点小遗憾吧。不过就当省钱了，这样子想来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关于昨天晚上住在计费休息室，我觉得那里肯定是整个大兴机场最安静的一个地方，但是它可能隔音没有特别好。来这边过夜的很多人都是早班机嘛，就你能够听到隔壁房间关门的声音。我今天早上4点多就被弄醒了，因为隔壁有人关了门，他可能要去赶早班机，但是在休息室前台是可以领免费耳塞的。我是整晚上没有用免费耳塞，被弄醒之后也就马上又睡过去了。有点小温暖的是，休息舱里有一块玻璃，你可以往下移，另外还有帘子往下拉的。我一开始的话只是把
玻璃移了一小部分，就别人的手是可以伸进玻璃的。然后我是想着先透透气，等到晚上睡觉了再关上。隔壁的一个陌生小姐姐就好心提醒我，跟我说那个玻璃是没有完全关上的。就这种旅途中陌生人的善意会让我觉得还蛮温暖的。早上的天空好好看，迎着彩霞登机啦！北京，下次见。